全职旅行已经6年了，去过30来个国家以及国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在旅游这方面一共需要花多少钱？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杜啊。上期视频大家聊了作为一名全职旅游自媒体在旅行6年花费的上半期，总结了2016年至2018年所花的旅费为344800元。那这期视频我们继续统计2019年至2022年的旅行开销。上期视频呢说到我们把车从中国开到欧洲转了一圈，然后就把车停在西班牙的朋友家里嘛，自己飞回国过年了。然后呢，在国内一待就是1年的时间啊。直到2019年的1月1日，我们才踏上旅途前往欧洲。这趟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车从西班牙开回中国。虽然时间很短，仅有2个月，路程也不长，仅有18000公里，但是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难忘的一次长途旅行了。这趟旅行我们吃到了最爽的一次自助餐，碰到了100年难遇的特大暴雪，尝试了零下40多度睡在车里，还在冰冻的贝加尔湖上吃火锅。我们还在旅行的路上救了一只猫。路上呢，还有国外的媒体知道我们的事迹后专门采访我们。也是在这趟旅程之后逐渐有人知道了我们，了解了我们。当我们开车从俄罗斯过关回到国内的时候很多海关的工作人员都和我们拍照合影，他们对我们说：“你们终于安全回家了。”确实，这一路上实在是太惊险、太刺激了。我们2019年1月带我们回家休整了一下，第2天呢就带着我们去给汽车做保养、换人胎。由于车停在地库已经1年了，已经打不着火，幸亏呢车上有大电宝，机油机滤也需要全部换一遍，而且这趟旅程有上万公里的冰雪路段，我们还花了6000多元换了4条新的雪地胎。就这样从西班牙出发，一路穿越了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然后从拉脱维亚进入俄罗斯。由于这回的欧洲签证只有1个月的时间，我们赶在第29天才离开欧洲，还是挺悬的。到了俄罗斯之后时间也并不宽裕签证只剩下20多天了。这20多天我们要开车7000多公里，穿越大半个俄罗斯才能回到中国而且是面临俄罗斯1年中最冷的时候。这一路最高温度是零下10几度，最低温度是零下40多度，全程都是冰雪天气，并且我们每天更新视频还要寻找网络。在俄罗斯的网络覆盖可没有像我们国内那么广，所以当时的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还好最终都有惊无险的按时回到了国内回到国内就轻松多了，吃吃喝喝一路玩，从满洲里到宁波我记得开了有大半个月。我还记得途中去了根河，去了哈尔滨，去了大连。那这趟行程呢，一共是18000公里，耗时75天，共计花费在15万左右，上下可能会有5000元左右的一个误差，因为各个国家的汇率有所浮动。2019年的3月回到浙江宁波，然后4月份我们又闲不住了，飞去迪拜、阿布扎比玩了10天，还租了一辆308节流作为代步车。在迪拜呢，尝试了跳伞，吃了8星皇宫酒店的豪华自助餐，参观了各种清真寺，上去了哈利法塔，进到沙漠里越野车冲沙，还坐了全世界最快的过山车。总之在阿联酋的这10天吃得好，住得好，玩得爽，一共也就花了4万元左右吧。这已经包含了租车的4000元，另外上下还会有一个2000元左右的汇率浮动。迪拜回来后的没几天前辈又和她的闺蜜们飞去了泰国和香港，不知道玩了几天旅费算1万元吧。然后同年的9月，我们又开始从宁波出发前往新疆。上回是夏天去的新疆，这回选的秋天，在喀纳斯看到了非常美丽的秋景，在独山子欣赏到了阿地利的高空走钢丝。在喀什呢，又把自己给吃重了好几斤。到达新疆喀什后忘了有什么事情，前辈又飞到其他地区了，我呢就继续开车走新藏线。虽然之前走阿里大环线的时候走过部分路段，但是不同的季节还是有不同的感受。就是当时的边防证差点是把我心态给搞崩溃了，具体就不方便聊了。当时反正是连夜开了800多公里，回头路办证。那这趟旅程是15000公里，2个月左右，花费呢在25000元左右。还是同一年的10月份，我前辈又去泰国了，我们可真能去泰国前辈已经去了6次了，我则去过7次了。飞去泰国确实也很方便，落地签说走就走。那11月份去泰国呢，我们又去了一些好多之前没去过的网红打卡点，比如飞机坟墓，还有之前没去过的向导。其他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就是逛逛夜市。对了，在曼谷还看到了传说中的水果西施，这人确实长得非常的漂亮，他那个摊位排队排老长了。还有他旁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摊主就是人气稍微差了一些，但是有另一种味道。别的就没啥印象了，反正租了个车瞎溜达。这趟泰国之行大概是半个月时间吧，2个人的花费在2万元左右。整个2019年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完美，虽然没有存下什么钱，但是就玩得特别开心。
感觉这一年啊过得特别的精彩。为了给这一年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我们计划去南极。当时我们的全部存款加起来也就30万，我们给南极之旅的预算就是在30万之内。我们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啊，比如去南极的时间、船只的类型、游玩的岛屿以及去南极的船票等等。由于国内去南极啊需要先去美国，再从美国转机到阿根廷或者智利坐上去南极的船。前辈都已经办理了阿根廷的签证，而且他之前有去过美国，有美签。那我自己是没有美签的，我需要先办理美签，再办理阿根廷的签证。结果我办美签2次都没有通过，这样就没有办法再去阿根廷了。南极之行呢，也就只能搁浅了。既然去不了南极啊，我们后来就准备去冷极吧。我们准备冬天最冷的时候去奥伊米亚康，那是地球上有人类居住的最冷的地区啊。最低温度到过-72度，那平常冬天呢也会到-60度。如果我们能顺利到达，也算是完成了一项壮举。当时已经买好了部分的装备，办理了俄罗斯的签证，就准备出发的前夕，疫情爆发了，开始居家隔离。那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之后到现在为止啊，就再也没有出过境了。2020年的6月份，我们在国内买了一辆房车，开始环游中国，到现在已经2年4个月了。基本上把国内的大部分地区都转了一圈。那这2年在国内旅行啊，这些视频大家基本上也都看过了，路线可能连我自己都忘了，但是很多观众记得比我们还牢。在国内房车自驾游，我们每个月的开销都比较固定，平均就在15000元左右，每年大概在外面玩7个月，所以2年多下来就算25万的旅费吧。还有2016年至2019年期间，我们还有一些短途的旅行，比如像去海南、去内蒙、去武汉、去江西、去河南等等，这些零散的费用就算它10万元。那我现在统计一下做旅游自媒体6年来的所有开销，344800元加15万加4万加1万加25000加2万加25万加10万等于95万，应该90万左右吧，还不到100万。想想还是很划算，毕竟我们做旅游自媒体这6年，通过自媒体赚到的钱其实已经是旅游花费的好几倍了，而且还趁着年轻的时候啊，能去这么多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做旅游自媒体以来的旅行开销，不知道和大家的设想有没有什么出入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了解的内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加个赞，拜拜。